说吧，什么事？昨日莫东方将其此番经历告知于我，他遭遇的正是那只蛟兽。那只？断了一根犄角，通体赤红，极有可能就是那一只。好，好呀！看来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呀。可是他已经远遁，恐怕我们现在去追赶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不用追赶，等到了日子，我们去取他的脑袋便是。紫月会在一定区域内只会设一个秘密据点，而离这里最近的据点便在百香谷附近，所以他必然会在那里出现。自然出现。封建9年为的就是这个。我跟供奉学了一个怪技能，每月都会消耗经验值给他。9年的恨意在拔剑那刻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就让你再多活一活，现在先把蒋先的好感度拉高再说。想喝鱼汤吗？啊，是你做吗？当然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餐食我来亲手做。这是过年了吗？小秋，快去叫蒋前辈来吃饭。好嘞。昨夜与陆掌门饮酒，难得如此愉悦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今日便离开吧。啊？前辈在吗？掌门师伯煮了鱼汤，叫您一起去吃呢。我不喜寻常佳肴，你们的饮食我可能吃不习惯，所以告辞了。掌门师伯说，如果没有请到你，小秋1个月不能吃他做的饭。前辈，求求你。当是昨夜他陪我饮酒的谢礼吧。走吧。哇，是掌门师伯亲手熬的鱼汤，好香。这个香味为何会如此诱人？大家不要抢，人人都有。我坐这里。真是其乐融融的一派，不像门派，更像家人。虽然香味诱人，但食味却未必如此。姑且试试吧。来了，快坐吧。新鲜出锅的鱼汤马上就来。掌门师伯，小秋也要。先请客人。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只是一碗普通的鱼汤罢了。谢谢。尝尝，看看我的手艺合不合你胃口。前世我的厨艺可是专程为你学的，你的口味我可是拿捏的死死的呀。可还合你心意？再来一碗。好嘞。就这样，蒋欣然在墨门一连住了数日。原本每天是小秋来请他去吃饭，后来自己早早去饭桌上等候。吃饭，掌门师伯亲自做的饭。哥哥这么殷勤的做饭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有一丝诡异的气息，是因为那个大修行者吗？一个只会歪嘴笑，一个高冷的要死，这2个人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嘛。啊，等等，我明白了，哥哥是为了我才费尽心思要把这位大修行者留下来，毕竟整个墨门最需要大修行者指点的就是我了。哥哥的这份心意，我陆东篱绝不能辜负。东篱这是怎么了？我都魅力10了，还能再变帅？如此知我口味，懂我心意的男人，果然，这就是很多人口中常说的知己吧。等等，啊，这是朱雀果，春眠中加入几滴，不好喝，你来打我。
喝吧，喝了之后，你对我的仰慕之情就会更加浓厚了。这都是我深切的爱意啊！果然，口感好了很多。他果然是我的知己。这功法越来越离谱，虽然效果显著，可这也太痛了一点。这群天选之子又在群聊，反正无事，不如找他们白嫖点紫月会的消息，先让我看看你们在聊什么。你们喜欢吃韭菜盒子吗？喜欢。一。你们喜欢吃蛋黄酥吗？一。你们真的是世界主角吗？这都是聊的些什么鬼啊？不应该多聊点天玄界的大事吗？看来还是得我来引导一下你们才行啊。诸位对紫月会了解有多少？来了，终于来了！这是引路人对我们的考验，必须得认真回答起来。诸位对紫月会了解有多少？来了，终于来了！这是引路人对我们的考验，必须得认真回答起来。紫月会是最古老的妖修组织之一，据我所知，好像是在上古浩劫之后便已存在。这个组织素来以神秘著称，甚至比四大宗门的历史还要悠久。哦，这东西还延续了这么久。说起来，前世一直在追紫月会这条线的，是那个什么恋战公会。跟他们闹僵了以后，基本没什么紫月会的消息。这不是废话吗？紫月会不崇拜紫月，难道崇拜蓝月？给我点有用的信息啊！工具人要发挥工具人优秀的作用才行啊！引路人阁下只是在不满我们提供的消息，我们必须提供更有用的消息才行。大秘密能有多大？废话文学又开始了是吗？这谁不知道啊？这小子是在担心我是青帝传人，毕竟这木牌可是天一道的东西。好家伙，顾及的还挺周全。既然如此，我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知我罪我，其为春秋。这是何等的豪迈！此等格局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。引路人如此格局，我等还有何需要顾忌的？据我所知，青帝大人因拥有一半的妖族血脉，所以他拥有一颗紫色的心脏。换言之，这紫月会觊觎的其实是青帝之心。好家伙，这些妖修居然想染指以一己之力拯救整个天玄界的青帝。如果真让他们得逞，恐怕事情就麻烦了。毕竟那个既能拯救苍生，也能颠覆苍生。既然紫月会阴谋这么深沉，那我不搞点破坏，可就说不过去了。帮你们的聚会增加点难度。呼呼，知道这个消息的天选之子会是什么反应呢？紫月会的信息，诛杀妖修在门派里也能兑换奖励。那群家伙还想染指青帝之心，今年冬至必须狠狠地大干一笔了。一人享用4人，这种感觉真是妙啊！果然工具人再多都不会嫌多啊。以后这种事儿我一定得多搞几次。现在先检视一下自己实力，想要颠覆紫月会，底牌得多准备几张。好兄弟，再过几日就要见面了，让我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这一道金指，我可是整整温养了9年，在出鞘的那一刻，你会给我怎样的惊喜？内测倒是已经不远了，在这之前，我还有件事要做。
哥哥，进来吧。这臭丫头是永远神识外放的吗？本来还想表演一下坏人的，完全没机会。哥哥怎么每次都在我沐浴结束时来？都是巧合，巧合而已。这次又是什么事儿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真的不跟我再去一次试炼之地？一次就够了，再去就是浪费灵石了。区区零食而已，我们又不是给不起。哎，哥哥真是当了家也不知道柴米油盐贵。我们墨门虽然成员不多，可每月的零食开销并不少。我别的不说，就说打住！你不去，我一个人去。所谓的试炼之地，是剑宗在青州的7处位置专门建立的试炼场所。通俗的讲，就是给弟子们闯关练习所用，但只有第1境、第2境与第3境3个级别。关卡里包含机关、怪兽等等元素，根据闯关的速度，还会有一个排名，对于修行者修炼有各种好处。但缺点就是，除了剑宗弟子以外，其他人想要闯关就必须交钱。不过有个事得问问你，你2年前去试炼之地闯关，闯的是第几境的关卡？哥哥，这3境的关卡内容呢是一致的，只是难度不同。从省钱的角度出发，肯定是直接去闯第3境的关卡是最划算的。所以2年前你就第3境了？糟糕，说漏嘴了。哥哥，这3境的关卡内容呢是一致的，只是难度不同。从省钱的角度出发，肯定是直接去闯第3境的关卡是最划算的。所以2年前你就第3境了？糟糕，说漏嘴了。境界的事情就算了，但你不会连试炼之地中心处的剑碑都没去看吧？咱们可是要花钱才能去试炼之地的。我当然看了，那可是初代剑尊留下的剑痕，千元界最后一位第9境的大修行者。许多人参加那个试炼，就是为了那道剑痕呀。那一道剑痕让多少人都领悟突破，那种至宝，剑尊都不敢拿出来给众人共享的。要是我，肯定会藏得好好的，只让自己一个人慢慢看。所以你只能苟在山上，而剑宗能开宗立派。他们所求的不是私利，不是剑宗永存，而是剑道永昌。这样的信念，即使是我也很钦佩。说起来，那道剑碑我也该去看看。另外，那种排行榜上必须得有我天选之子的名字。等2货玩家降临，他们才知道这个隐士的末尾。对了，你……哥哥，怎么了吗？哥哥，你不会已经突破第4境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2年前才第3境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行吧。说干就干，今日便启程去剑宗刷排名去。去何处？去剑宗试炼之地。这种地方，他肯定是不感兴趣的，所以我并未通知他。同去。啊？他性子冷淡，不像会看热闹的类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这不是对试炼之地感兴趣，他是对我感兴趣。他确实生得好看。怎么了，道友？我脸上可是有东西。没。不愧是我，这就是魅力石的威力。难得他偷看我一次，不如再和他多说2句。道友觉得我明日闯关能否通关？自是可以的。那你觉得我能登榜第几？他这样问我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喜欢揣测他人心意，那便如实回答吧。那自是越高越好。好，那便越高越好。
水帘洞，我喜欢。道友，一同进去吧。好。水之力呢？测试者吗？对。大修行者。春秋山蒋心言见过前辈。好家伙，一只守门的树妖，居然我都无法侦测，恐怕实力在第5境之上，甚至在蒋心言之上。这便是剑宗的底蕴。是谁要入试炼之地？若是我剑宗下弟子，可以打5折。哎，谁说可以打折的？这人长得真好看啊！墨门掌门陆朝歌。区区第2境修为都能当掌门了？年纪轻轻就当上掌门了，当真是年少有为。你说的打5折，可还算数？算数，算数。喂，师妹，他对我笑了，他在对我笑。陆掌门，这边请。道友在此等我片刻，我去就回。无妨。去就回，就你这实力，第1关都过不了吧？长得帅顶个屁用啊！我叫陈敏如，陆掌门叫我敏如就好。那边便是第1关的传送阵。好。陆掌门，加油啊！这世间果然没有不颜控的人，有，也只是因为还没遇上我。到了，木头人。第1关，剑气测试，剑气越强，木头倒下的幅度越大，往后倾斜30度，便算是过关。当初于月一剑之下，木头人直接倒地，剑气力压木头人，过了足足数秒才弹了回来。那等异象出现之时，也让于月在年轻一辈中声名鹊起。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呢？真是好奇。第1关你就过不了了吧？这等试炼，别浪费我时间。这等试炼，别浪费我时间。好帅，出手好快。他居然不出鞘，这个傻子。不应该会这样啊！笑死人！居然有如此虚浮的剑气。怎么会？他居然斩断了特殊陵墓。有趣。该去下一关了。太强了！轻飘飘的一剑，竟然刷新曾经的最好记录。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？那一剑的威力，怎么可能是3境之下的实力啊？轻飘飘的一剑，那木人可是陵木炼制而成。我刚才的那一剑，可是蕴含着我的至强剑气，包括水之力与剑意。恭喜您已成功闯过第1关，获得1万点经验值奖励。说好上班只挨打，怎么还杀我呢？这就是优等生所谓的轻飘飘的胜利啊！背地里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。他竟然剑意成型了，剑修的剑意，刀修的刀刚，枪修的枪劲，从来都是3、4境才入门，可他才2境啊！连古树前辈都觉得震惊，以他的身份，应该是一切东西都见过才对。蒋心言说的没错，这古树有传闻称乃是青帝亲手种下，历经上古浩劫而存活至今。而此刻的他，不知为何正紧紧盯着陆朝歌手中的布碗。这就是第2重密室。第2重密室在画里。那家伙进入第2重试炼之地了，这次的考验可跟第1重完全不同啊！好想看到帅哥坠落水中失身的样子呀！这次他一定会哭着出来的。看样子，只要走进那2座山石组成的一线天，这场试炼就结束了。重点，原来考验是这个。
即使在这样的困难下，他也好帅！加油，掌门大人！哼，这一关考的就是对灵力的掌握。如果灵力不雄厚，在这一关就会被那青石板的重力活活耗死，许多3境的人可都撑不过去。我以为多狠，也就比寻常重力强个4、5倍，稍微耗点灵力罢了。谁让我灵力这么多呢？怎么可能？那小子居然像在逛街一样！哇，好帅！掌门大人，他是不是作弊了呀？这么快就过了，没感觉啊？来点厉害的。树林、山峰，惬意。这些树叶有古怪。来了，剑海树林，所有树叶会化作剑刃一般，密集犹如雨点一般的攻击。掌门大人，小心呀！正面攻击吗？除了刚才那一剑以外，我还没见过你的剑招，正好可以看看你会用什么剑招来应对这样的试炼。原来是对剑招的考核，可惜我的剑招只有普通攻击罢了。从小供奉那里学来的神秘剑招，连系统都是评的问号级。当时为了升1级，花了我整整10万经验值，哪怕是子级，也只需要3到5万点经验值而已。不过，也算真的值。谁能拒绝平 A 变暴击呢？什么？毫发无伤？怪物！没想到他的剑招如此犀利。没有任何章法，没有任何套路，他只是纯粹的劈砍挥剑，这是他的剑法，不可思议。走近了才发现，这山峰原来是妖兽啊！但现在麻烦的是这家伙，连一片叶子都浮不起来。这水有古怪。哼，这里的溪水只要触碰，便会夺走灵力，而且这上方也设有禁制，任何人别想飞越这一关，必须一步一步走过去。这小子一定比不上于月师兄了。这小子一定比不上于月师兄了。于月师兄曾经可是一剑断溪，那一剑精彩绝伦，至今记忆犹新啊！快去吧，快去过那条小溪，最好是衣服湿的越多越好。要是有鱿鱼，再划破一点他的衣服，想想都觉得美妙。让他啊！什么？期待的美男出浴图没了。这世界的水都得听我的，我想让哪儿流水，哪儿才能流水。看样子，古树只有在陆掌门出剑时才会失态，可为何会这样？他身上到底还有什么秘密？这一关考验的是剑心，不是靠蛮力就能过关的。那石壁是恐兽，它不会攻击人，但是它会放大人心中的恐惧。当初就连于月师兄可都是做出了。恐兽放大的不是让人恐惧的事物，而是最惧怕的东西，情绪、神、妖兽等等，任何人都会有自己恐惧的东西。陆掌门，你恐惧的是什么呢？他怎么这么平静，而且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不应该啊！他到底看见了什么？任何人都有恐惧之物，他不可能例外。他又作弊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到底看见什么了？过关？难道他的道心当真坚固如斯？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？不愧是我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毕竟世间万物根本没有我惧怕的东西。等等，东离通过这里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什么？完全想不出来。
您已成功过关，获得3万点经验值奖励。唉，以后还是要多关心下妹妹。来了，他终于来了。又是密室，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啊？奇怪，这里就一面镜子，难道是让我欣赏自己的脸？真是俊美，不愧是我。有意思，原来这一关是战胜我自己啊！既然是如此，那就简单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区别，即使能力完全相同，但在哪个时机使用什么技能，决定了一个人的真正实力。很抱歉，你只是像我，但不是我。居然这么轻松，不可思议！莫门路朝歌位列第2境新秀榜榜1。榜1？第1境与第3境都是羽月师兄，而第2境因为羽月师兄觉得没有必要，就没有参加。这第2境的这位陆掌门，距离第2名竟然缩短了整整1半的时间。莫门区一个下百门，竟然有这等潜龙！我见他第一面就觉得这位陆掌门非同凡响，有大修行者之姿。什么呀？你明明是被他的俊脸给迷住了好吗？奇怪，这股感觉是什么？喜悦？我会因为别人而感到喜悦，也许是因为我也把他视为知己吧。没有提示奖励，那说明这一关系统的奖励会作用于最后的观想剑碑。剑痕，这是初代剑尊留下的剑痕。如若你是剑修，双眼直视这道剑痕超过3个呼吸，便可发现它的非同凡响。有的人在这里当场突破，有的人在这里剑法小成，有的人在这里砥砺剑心。这剑痕怎么这玩意儿？这不是我的普通攻击吗？前辈，小娃娃，你与他是如何相识的？前辈，此事说来话长，还要从一只异兽说起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后，觉得与他相处格外舒心，我将他视为人生知己。只是知己吗？是的，前辈，晚辈视其为知己。这古树前辈怎么怪怪的？星爷，你也快找到自己的真爱吧，沐浴在爱情的光芒中吧，抢知识。目光怎么跟那些家伙这般相似？小娃娃，早日明白自己的心意吧。假以时日，你不一定配得上他。前辈如此看好他，他既能被选中，想来有其过人之处，今后必是非同凡响。选中是什么意思？前辈，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普通攻击？为什么会是普通攻击？所以这一招初代剑尊也会，这未免也太巧了，一定有猫腻。我的剑法是小供奉给的，难道他跟初代剑尊有什么渊源？既有密密麻麻的紫月章，还有着大量的功法与术法，实力境界是个谜。现在还疑似与初代剑尊有渊源，这头上有人的感觉就很润。系统正在对您的闯关进行评级，注意，这会影响到您最后的奖励标准。您的评级为 S 级。S 级，
前世没听过有人以这种级别过关，会给些什么呢？ S 级奖励为随机获取初代剑尊3项传承中的一种，以及部分特殊物品购买权限。 Nice。紧急提示：基于您自身条件与初代剑尊的3项传承存在冲突，您可抽取的选项为2。作为补偿，您将拥有更多特殊物品购买权限。这身体还好吗？初代剑尊的传承，应该都差不了吧？选哪个呢？男左女右，左边了。您已获得初代剑尊传承剑法生生慢，是否立刻学习？此级上品，差一步就是成级的顶级剑法。哎，等等，前世游戏中，生生慢不是愉悦的招牌大招吗？那以后岂不是？高分师兄，接我至强一剑！本座也会。区区5万经验值，学了。生生慢，并不是说这套剑法很慢，而是因为它特别快，剑先至，身后至。生生慢可以配合普通攻击一起使用。懂了，生生慢之认真一剑，一剑比一剑快，剑剑都还带暴击。小鱼月，你完了呀！哎，对了，刚才你不是说还有特殊物品购买权限吗？特殊物品即将展示，您只有10分钟的时间选择，逾期将视为放弃。S 级过关奖励的稀有物品，还需要选择吗？成年人的选择当然是，我全都要。但这加起来可是75万经验值，这笔经验值可是巨款。但是对我而言，20年无法画出经验值的憋屈，在今日，我要一天全部拿回来。蓝级技能升级券残缺，没什么用，当做收藏了。那么，先来看看随机特殊属性里会给我抽出什么来。是这个神念，增加1点，神识的触及范围、灵敏度都会有质的提升。不错不错，我神识能探测的范围更广。接下来就该加点指定特殊属性点了。不过，像这种东西，还有什么好选的？剑修，当然是剑。啊！古树前辈有反应。剑道资质，加1点就能提升10%的属性，而且到达了3点之后。怎么了，古树前辈？是又有异象吗？那个莫门掌门，难道说剑心通透？剑心通透？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剑尊大人，也是在突破至第4境的那一瞬间才达到剑心通透之境的。怎么不可能？陆掌门可不是什么凡夫俗子，像那种颜值的年轻掌门，明显就是天选之子啊！那陆掌门区2境就剑心通透，那岂不是比剑尊大人同时期还要强？剑道强者，恐怖如斯，恐怖如斯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剑，这股感觉，它在增物，还有那家伙的剑，在让我们的剑灵恐惧。剑心通透之时，会觉醒一项本命神通，他到底觉醒出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？本命神通，剑斩肉身，心斩灵魂，可在剑刃上附加特殊之力，对神识、神魂、气灵等无形之物造成伤害。谁能想到，我的本命神通居然会是这样？这些无形之物一旦被斩伤，恢复起来可就麻烦了。这下，我的普通攻击不仅能暴击，还能自带破碎剑灵效果。只是这个能力跟使用者自身神识强度有关，看来
以后有条件的话，还要发展一下这项特殊属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剑碑上是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又是小凤他不会是初代剑尊本尊吧？不对劲，初代剑尊是人，这是100%可以确定的东西。那他多多少少得跟初代剑尊有关。还有，小供奉会是什么妖怪呢？那小子什么时候会再过来呢？出来了！他在对我们笑，超越剑尊的天才在对我们笑。不行，我站不稳了。不错，等到2号玩家降临的时候，这个排行榜的作用就完了。那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惊掉下巴，愉快地成为我的工具。久等了。不久，很快。你很不错。前辈谬赞了。年轻人，我有一个请求。前辈请讲。传你剑法那人，他可还在世？在。虽然是住在坟墓里。你可否请他来此处见我一面？怕是不行。古树前辈，他目前情况特殊，怕是无法前来此地。他躺在坟墓里，我都还没有见过他的真容呢。罢了罢了，他还活着便好，还活着便好。古树前辈的话语给我一种那是个很古老的人物，难道我说的其实不是同一个人？晚辈还是想确定一下，古树前辈口中之人与晚辈心中所想可是同一人，还望前辈告知明讳。他叫陆离，光怪陆离的陆离。陆离？在我的记忆里，前世并没有这么个叫做陆离的人。但古树前辈很郑重，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名字。陆离真的和那家伙是同一个人，而且名字也不像女名啊。也许我们说的并不是同一人，你不用太过放在心上。但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啊？陆小友，你我玩个小把戏，如何？古树前辈请讲。我观陆小友闯关之时，本命剑始终未曾出鞘，老朽不免有些好奇。这根心枝强度要强于第一关内的木人，小友若是能留下一道划痕，即算小友通过考验。若是你办到了，我将送2位小友一件小礼物，如何？好，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等等，陆掌门，你的剑还不出鞘吗？那可是古树前辈的心智。时候未到。好快！啊！剑意，刚才那是剑意，这不是雨月师兄从剑碑中悟到的招式吗？他竟然2境就领悟了剑意。刚才那一招，他也在里面得到了剑碑的认可，难怪他会通过的那般轻松。明明只是让他留下痕迹，他却直接将其斩断了。但即便他是少年天才，却完全没有给古树前辈面子，古树前辈会生气的吧？你比当年的他还要强。古树前辈口中的他，不会是初代剑尊大人？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不在乎当前的胜负，在自己的道上全力以赴，一往无前。你倒是有意思，一并送给你吧。谢前辈，这可是极佳的炼器材料，拿回去炼个木头人，
给黑田他们用。另外，答应你们的小礼物也给你们吧。这2朵桃花在你们今后遇到危机时会彼此反馈，有助于你们共度难关。好啊，不会是加持桃花运吧？原来是老树前辈在牵红线，剑宗下属宗门掌门与春秋山大执事的爱恨纠葛。前世因为绑定了师徒关系，所以系统会提示互相有危险的情况，但大部分都是师父在保护我。那这一世就让我来守护你。这次这些剑宗弟子总归是些正常人吧？于越、李南威还有那个陈潇，完全没有做到一张合格宣传单的本职工作。从刚才开始，气氛就变得有些尴尬了，得想点办法。道友，我还准备去个地方，道友可愿随我一同前往？去哪儿？想什么呢？可是宗门内的苦恼之事。道友，何为情爱？何为喜欢？为何世间有无数人执着于此？前世你也是被宗门无数放大情欲的修行者追烦了，甚至有了不必要的麻烦，才出来的。哼，我不知情为何物，我只知道，一个人心中没有喜欢人的时候，就是他最酷的时候。酷吗？道友，我给你讲过那么多的人间趣事，要不你也给我讲讲春秋山的苦恼？春秋山的功法会放大人的欲望，但有些放大了情欲的人，追求失败之后，却没法保持理智，诋毁、流言就会四起。那些人说我性子冷淡，说我难相处，还有说我根本不适合做道侣的。这些混蛋凭什么说我的人啊？你们算老几啊？一个一个全部给你们把头打歪了。他们都没有与道友真正的相处过，何来道友难相处一说？我倒觉得道友不仅好相处，而且与你在一起，我很自在。道友，道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？他们吃不到的葡萄，我吃了，特别甜。师兄，把他们护送到试炼之地换班交接，我们就走吧。来都来了，去拜见一下古树前辈吧。哎呀，陆掌门可真是优秀啊！哦，谁能想到他会如此惊艳呢？果然是他！各位同门，这个人的所有事情能否给我细说一下？我来，于月师兄，我跟你说。陆掌门他，我说，然后古树前辈说，天上就是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朝歌师兄，你竟然骗我！于月师兄怎么这副表情？难道是受到打击了吗？不至于吧，于月师兄也是天之骄子啊。知道为什么你不是我的对手吗？朝歌师兄，为什么？我只说一次，这是我的秘技心诀，我只告诉你一人，你可要记好了。我一定会牢牢铭记在心的。心中无女人，拔剑自然神。心中无女人，拔剑自然神。为什么明明说出这种话的你，现在却有了道侣？叛徒！于月师兄，我记得你以前经常提起一位剑宗下属宗门的神秘师兄，你说的这位师兄可是陆掌门？当然不是，怎么可能？你别瞎说啊，切莫猜忌。居然不是吗？难道还有高人吗？那位师兄比起陆掌门，恐怕也不遑多让了吧？
就这样，墨门的声望值被某个姓陈的强行掐断了脖子。道友可是觉得风大？不是，可能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帅吧。道友，你说的飞鸟城到了。终于到了，飞鸟城。为何来此小城？日后你自会知道。就算我现在想给你解释，你也听不懂。毕竟，谁会相信我是来这儿讲新手任务的呢？嘿嘿。飞鸟城，内测时期10座新手村之一，这里就是我前世内测时代的地方，再熟悉不过了。而这个新手任务会死很多人的。还差1笔，这个阵法就完成了。完成了。对不起了，我只是想活。这个阵法会掠走你们的生机，但你们的生命会在我的身体里永存。怎么回事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什么我没有吸到飞鸟们的生机，反而他们在吸取四周的生气？糟了，那些鸟肯定会伤人，但不是我的本意啊！你们看那些鸟，怎么跟寻常不太一样啊？奇怪，它们飞过的地方树木都枯萎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想害人，我没想害人啊！快跑！那些鸟不正常，快躲进城里！啊！这些鸟在啄我！不怪我，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我就是个将死之人，我都要死了，都要死了！滚一边去！他是这些吗？就是你引发了飞鸟袭人的祸乱，有些棘手啊。城中还有着上万毫无防备的百姓，前世这飞鸟城的法阵，可是在血气足够后才自动激发，护着百姓的。现如今，若想完全不死人解决这个事情的话，道友，飞鸟城中有一法阵可以护住城中百姓。我不会驱使，你可会？会。大修行者，时代的一粒灰，落在人身上，就是一座大山。今日，本座便搬搬这山。那些鸟儿怎么突然发疯了？哎呀，要是这些家伙闯入了城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整个飞鸟城恐怕都会生灵涂炭呐！多谢修行者大人。哎呀，若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我们可就全完了。不必谢我。大人，可否再出手帮帮我们？虽说如今这法阵可以阻拦他们，但我们要谋生，就得去城外采果。是啊。如果解决不了这鸟祸，我们迟早要被饿死。求修行者大人出手。他只让我开启法阵，他会出手。鸟祸，我来解决。这么多发狂的飞鸟，那位修行者大人能应付得过来吗？快让他也进来避一避吧，我们可以从长计议啊。诸位不必多虑，这些扁毛畜生还奈何不了我。区区2斤罢了，如果大修行者不出手，他如何解决得了如此数量的血气飞鸟？都飞在空中怎么打？此路不通，就下了吧。
这怎么可能？是天地之力，那家伙得到了天地启灵。雨天对于本座而言，可是主场呀。水之力的妙用，可比想象的还要丰富。天地之力虽然好用，但是耗能真高呀。他这样频繁的使用天地之力，他的灵力要耗光了。蓝亮喷了，但是我可是天选之子啊！升级，进阶了，在战斗中他竟然突破了。天地之力就算了，他竟然还能在战斗中突破，你小子到底是谁？既然不考虑蓝亮的话，那就建议天地之力合在一起用着试试。剑意，他还有剑意，区区2境啊！千山鸟飞绝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地之力吗？你没救了。我知道，可见过你的英姿之后，我突然很后悔。修行者不应该为普通人带来祸患，而应该像你那样，成为他们的英雄。心脉俱碎，他没救了。不，他自救了。鸟祸除掉了，但血阵还在，得回去源头，事件才算真正的解决。走吧，咱们去解决源头。好一对神仙眷侣的人儿啊，也不知道那2位恩人的名讳。哼，别急，一会儿就会告诉你们本座的名字。毕竟我们的声望值和招纳玩家做工具人，还得靠你们啊。道友可是一直在强行压制自己的境界，方才我见道友一直不断在提升着境界，应对飞鸟才会那么从容。道友可曾听过剑尊的传闻？相传剑尊曾在1日之内突破了1层大境界。此事传闻甚广，自然是听过，只是为何突然提及此事？如果我说我也可以，道友可信？玩笑话，道友别当真。有点小酸，勉强能吃。还好这些飞鸟没把果子糟蹋完了。古树前辈，你是看见了什么吗？他的身上到底有多少秘密呢？血阵找到了。这飞鸟尸体里还有血气之毒，不能食用。本座墨门掌门陆朝歌，鸟祸已经解决，此处的飞鸟尸体不可食用，尔等谨记。多谢墨门修行者大人提醒，我们定当铭记墨门大恩。唉，若不是浸染了血气之毒，这些飞鸟开膛去脏，撒上香料，若烹制手法得当的话，也是一道难得的美味。他还是那么细致，若不是他提醒，这飞鸟成民，不知又有多少会被这尸体里的血气之毒所害。飞鸟城住民已经把我墨门的名字牢牢刻进脑海里了，等到玩家降临的时候，嘿嘿。但陆朝歌忘记了的是，内侧10个新手村，只有飞鸟城1只小野怪都没有。一个1000人的大队伍，方圆数十里，愣是1只野怪都刷不到。上千名降生在飞鸟城的内测玩家，只能靠着日常任务提升等级。哎，想起来了，来这里的内测玩家没野怪可以刷了。无所谓了，毕竟他们虽然没有野怪可以刷，但是他们遇上我了呀。本座堂堂天选之子，不比这些小鸟香。你们呢，真是一群被神选中的孩子呀。他怎么一直在变换神情？
是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了吗？